我男朋友是機場碰瓷碰來的。对，就是碰瓷，不過不是那種躺在地上碰瓷，是另外一种，出站口人来人往。小鹿在旁邊給我出馊主意，你待會兒看到長得好看的，就直接上去喊老公，把人拽走。你有病吧？你不是要找個伴郎？你可是答應了你媽，要把做消防員的男朋友帶回去見他，這不正好順手牽羊？那叫順手牽羊嗎？那叫拐賣人口。我倆正拌嘴，出站口裡面走出来一群人，穿着消防服，一個個身姿挺拔，步伐整齊。小鹿推了我一把，我不知道哪根筋搭錯了，衝着人群喊了一聲老公，聲音不小。隊伍前頭有個人偏過頭看向了我，是個很高的小哥哥，濃眉，眼睛很亮，衣服工整，肩寬腰窄，整個人像從雜誌裡走出來的。他看着我，表情裡帶着一絲疑惑，還有一點點警惕。我一個箭步衝過去，笑得一臉谄媚，我來接你回家，咱們上車吧。說完，我不等他反應，拎起他手中的包就往前走。他愣了一下，下意識地跟了上來。我拽着他的袖子，快步往停車场走。小鹿在后面追了上来，瞪大了眼睛看着我。我天，你真的拐到了！我没理他，一直走到停車场，我才鬆開手，轉過身面對他。他站在那兒，比我高了將近一個頭，低頭看着我，表情已經從疑惑變成了審視。解釋一下。我深吸一口氣，定定地看着他。我需要你幫個忙。什麼忙？我姐後天結婚，少了一個伴郎，你能不能頂一下，順便假裝是我男朋友？他看着我沒說話。就一天吃頓飯就行，你什麼都不用做，就站在那兒拍張照片。他沒說話，只是看着我。就一天吃頓飯就行，你什麼都不用做，就站在那兒拍幾張照片就成。他還是沒說話。你衣服都不用換，正好這次的主題就是這身衣服。他低頭看了看自己身上的消防服，又抬頭看我。你剛才喊我什麼？老公。他嘴角動了一下，像是在忍笑。我答應你。你叫什麼？我叫時辰。我叫林婉。他說完，從兜裡掏出手機遞給我。我愣了一下。不加個微信，還是說你想後者？在酒店門口再喊一次老公。我趕緊接過手機，手忙腳亂地掃了碼，滴的一聲，好友添加成功。時辰把手機收回去，說了句再聯繫，拎起包轉身上車。等他走遠，小鹿跑過來，瞪着眼跑到我跟前，猛地掐了我一把。你掐我幹嘛？我看看我是不是在做夢。林婉，你真的拐到了一個……我也覺得我在做夢。他好帥啊，而且穿制服，我的天，你媽不是樂瘋了？我媽樂沒樂瘋我不知道，反正我是快瘋了。因為時辰走了後，我才意識到一個嚴重的問題，我連他具體是哪個消防站的都不知道，就敢往婚禮上帶。我趕緊發了條信息問他是不是真的能來，順便把時間和酒店的地址發了過去。他很快回了 OK 的表情包。2天時間一晃就過去了。婚禮那天，我在化妝間被化妝師折騰，我在旁邊幫忙擺喜糖，心不在焉地往門口瞟。看什麼呢？沒看什麼。你那伴郎呢？不是說是個消防員，是你男朋友？馬上到。你給我老實交代，你倆發展到什麼程度了？我可聽說你在機場喊老公了。我瞪大眼，有些難以置信，沒想到這事都傳到他耳朵裡了。小鹿跟你說的。你管誰說的？反正我知道你是現抓的。不等我解釋，先被我媽逮住了。人呢？什麼什麼人？你那個消防員男朋友啊，你姐說長得特別帥，讓我先看看。媽，你能不能收斂一點？正在我難為情的時候，小鹿不知道從哪裡冒出來了，指着門口喊了句他來了。我順着他指的方向看過去，時辰正站在宴會廳門口跟我姐夫說話。他側對着我，能看到他線條分明的下頜線，還有說話時微微滾動的喉結。我媽盯着他看了足足10秒鐘，然後轉頭看我，表情非常微妙。林婉，你跟我說實話，這人真是你男朋友？對呀，怎麼了？你要是跟他沒什麼，我現在就給你安排相親。媽，你看看人家的條件，長得好看，工作體面，還是消防員，多光榮啊！你要是不要，我可給你姐那些閨蜜介紹了啊。你介紹什麼啊？他是我帶來的人。哼，那你也得拿下啊。
你說他是你男朋友，我可不信。时辰大概听到了动靜，轉過頭來看我，他朝我這邊走過來，步子不緊不慢的，路過幾個親戚的時候，還禮貌的點了點頭。阿姨好，我是時辰。我媽臉上的質疑消失了。好好好，真不錯。來來，阿姨給你介紹介紹家裡人。我媽根本不聽我的，拽着時辰就往主桌走。我站在原地，看着时辰被我媽拽走的背影，恍惚覺得事情好像往一個我控制不了的方向發展了。小鹿湊過來，幸災樂禍地看着我，揪了揪我的胳膊。林婉，這下你可跑不掉了。我沒理他，因為我的手機震了一下，是時辰發來的消息。你媽問我們什麼時候結婚，我該怎麼回？我盯着屏幕，手指懸在鍵盤上方，一個字都打不出來。婚禮進行到一半的時候，我終於逮着機會把時辰從我媽手裡搶了出來。我拽着她走到酒店外面的露台上，深吸了一口氣。对不起啊，我媽就是那種人，你別往心裡去。沒事，你媽挺有意思的。有意思什麼啊？她就是看你這身制服走不動道。時辰低頭笑了一下，晚風吹過來，帶着酒店花園裡花的香味。他的領口微微敞開，能看到鎖骨。我看了有些面頰發燙，趕緊移開視線。那個等會兒切完蛋糕你就可以走了。好，今天真的謝謝你。不用謝。不過你以後打算怎麼辦？你媽以為我是你男朋友，我走了之後呢？難不成又去機場抓一個？你這是在笑話我嗎？沒有，我的意思是，如果你需要，我可以繼續演下去。我心跳漏了半拍，他這是在說假戲真做。不等我回答，小鹿喊我去切蛋糕。走吧，先回去剛才說的，你要不要考慮下？說完他就走了。我站在原地，風吹過來把我的碎髮糊了一臉。考慮一下，考慮讓他繼續演我男朋友，還是考慮讓他變成我真正的男朋友？正想着，手機震了一下，是時辰發來的消息。別站在外面吹風了，進來吃蛋糕。我盯着屏幕，嘴角怎麼都壓不下去。這人連催人吃蛋糕都這麼霸道。我本想吃蛋糕的時候問問他，為什麼願意繼續幫我，結果進去後沒看到人。我掏出手機，正要發消息，屏幕先亮了。我有點急事先走，今天很開心，謝謝。我盯着這條消息，心裡說不清是什麼滋味。開心他謝我什麼？謝我媽拽着他滿場介紹。不過走了也好，省得等會兒我媽又拉着他問東問西。我回了個好，深吸一口氣，轉身回了宴會廳。果然一進門就被我媽逮住了。小時呢？走了。走了，去哪兒了？說好一起吃晚飯嗎？我有些尷尬，只好搪塞說消防隊有事，着急回去了。我媽還想問什麼，被我用一塊蛋糕塞住了嘴。婚禮結束後回到家，我洗完澡躺在床上翻來覆去睡不着，腦子裡全是她說的那句，如果你需要，我可以繼續演下去。我抓起手機點開對話框，打了幾個字，又刪了，打了又刪，刪了又打，最後什麼都沒發。算了，人家可能就是客氣一下。我翻了個身，把手機扣在枕頭底下。第二天醒來，第一件事看手機，可沒有消息。我發了條昨天謝謝你，沒回。過了半小時，我又發了條，到家了嗎？還是沒回。我盯着屏幕，等了整整一個上午，什麼都沒有。我只好安慰自己，人家幫完忙就走了，已經很顧及我的面子了。我還在這裡等什麼等？我點開他的頭像，手指懸在刪除聯繫上面，猶豫了片刻。我有些氣他不回消息，終究還是刪了聯繫方式。刪完我就後悔了，萬一他只是沒看到呢？我盯着空蕩蕩的對話框，暗戳戳地罵了句自己有病。接下來2天我過得像丟了魂，手機一響就趕緊看，一看不是他就洩氣。我媽打了8個電話我都沒接，我知道她要問什麼，可現在我連她的聯繫方式都刪了，壓根沒法回答我媽。第3天小鹿打來電話，說她腳崴了，在醫院讓我去接她。我嘆口氣換衣服出門，到了醫院我滿走廊找小鹿，拐角處一抬頭，整個人定在原地。走廊盡頭時辰穿着病號服，左手纏着繃帶正靠在牆上，問戰友手機修好沒有。我腦子嗡的一聲，他大概也感覺到了什麼，側過頭對上了我的目光。我們隔着半條走廊四目相對，我愣在原地，不知道往前走還是往後跑。他看着我，嘴角動了下。林婉，我深吸一口氣，硬着頭皮走過去。你怎麼在醫院？
出任務的時候受了點傷。他抬了抬纏着繃帶的左手，輕描淡寫的。嚴重嗎？不嚴重，就是需留院觀察2天。我盯着他的繃帶，心裡堵得慌。所以他不是不想理我，是手受傷了，没法回消息，还是手機壞了，沒辦法回消息？那我刪了他算什麼？我正想着，時辰忽然看着我問了句：“你把我刪了？”我的臉一下燒起來，不知道怎麼回答，尷尬地看着他笑了笑。我手機摔壞了，剛換了個新的，給你發消息發現被你刪了。他語氣很平靜，聽不出情緒。我以為你不想理我了，所以就把我刪了。我低下頭，恨不得找個地縫鑽進去。你媽給我打了8個電話，問我什麼時候去家裡吃飯。我說出院就去。什麼吃飯？以後別刪我了，我可不想一個人去你家吃飯。大概是我的錯覺，时辰耳垂有些微紅。他說完就回到了病房。我手機震了一下，是他的好友申請。同意後，他发了條消息給我：小鹿在2樓骨科。接上小鹿，他一路嘰嘰喳喳，我一個字都沒聽進去，腦子全是出院去我家吃飯的事。周日那天，我起了個大早，我媽從早上就開始在廚房忙活，排骨魚蝦擺了滿滿一桌子。我站在廚房門口，看着她往盤子裡擺香菜，心裡七上八下的。我抓起手機，想問她到哪兒了，又放下了。昨天晚上她發了句明天見，我回了個然後就沒有了。正想着，門鈴響了，我媽扔下鍋鏟就衝了出去，我跟在後面，心跳得飛快。門開了，時辰站在外面，換了件黑色外套，左手還吊着繃帶，右手拎着一袋水果。來就來，還帶什麼東西啊？手怎麼樣了？好多了，阿姨。她換鞋的時候抬頭看了我一眼，嘴角翹了一下，我趕緊把視線移開。飯桌上，我媽跟開了閘似的，一個勁兒給她夾菜，盤子裡堆成了小山。她倒是來者不拒，吃得挺香。我偷偷看了她好幾眼，每次都被她逮到。吃到一半，我媽忽然放下筷子，盤問起了時辰的家事。聽到時辰說就住在隔壁小區時，我媽的眼睛都亮了。尤其是聽到時辰的媽媽叫趙玉芬時，差點興奮的一巴掌把桌子拍翻了。趙玉芬，沒想到啊，她說的寶貝兒子就是你啊，我們可是老熟人了，前幾天還說要把你介紹過來認識認識呢，沒想到你們兩個早就好上了。我筷子差點掉了，可時辰嘴角卻帶着淡定的笑意，讓我有些懵。難道他早就認識我？我說你怎麼看着這麼眼熟？小時候你和林婉還是好朋友來着，後來你倆打了一架，林婉還把你的頭砸破了，你就沒來過這裡玩了。我媽大概是興奮了，拿着手機給她的牌友打去電話，一個勁地說好巧，還說讓她趕緊過來一起吃點。可我愣愣地看着時辰，腦子裡浮現出有些模糊的記憶。我還記得小時候有個小男孩，總是一個人坐在角落，我媽打牌的時候我就跟他玩，後來不記得因為什麼打了一架，他媽媽就不讓他來這邊玩了。再後來不知道是搬走了還是怎麼的，再也沒有見過了。你想起来了，你搶了我的棒棒糖，草莓味的。那時候我家裡條件不好，這是我媽給我的生日禮物，我就和你打起來了。後來我家搬走了，前幾年才回來。我不敢看時辰，臉滾燙得厲害。我想起來了，是有那麼回事。當時我還被我媽狠狠地罵了一頓，所以她在機場的時候就認出我來了，所以才願意幫我。所以我一直被蒙在鼓裡。我媽打完電話，笑得合不攏嘴，滿意地看着時辰。你媽說了，改天一起吃飯啊。哎呀，這可真是緣分啊！誰能想到，小時候鬧彆扭的小朋友，長大了竟然會在一起。時辰笑着點頭，我低着頭扒飯，恨不得找個地縫鑽進去。腦子翻來覆去就一個念頭，他記得我，他居然記得我。我在廚房洗碗，豎着耳朵聽。我媽問他什麼時候結婚，他說一切聽我的。我手裡的盤子都差點掉了。他什麼意思？我要是願意結婚，他就真和我結婚。此時手機震動，時辰發了消息給我。你媽又問我們什麼時候結婚。你怎麼說的？其實我都聽到了，只是我想知道時辰到底會怎麼說。我說你想什麼時候就什麼時候。天啦，這要我怎麼回？
還是裝作沒看到吧。我默默放下手機，送時辰下樓的時候，天已經黑了，小區的路燈昏黃黃的，把我們兩個的影子拉得老長。我們本來是要送下來的，被我攔住了。人家又不是不認識路。我媽瞪了我一眼，那眼神分明在說你這個不開竅的。時辰走在我旁邊，左手還吊着繃帶，右手插在兜裡，兩個人誰也沒說話。我偷偷瞥了他一眼，路燈照在他臉上，側臉的線條比白天看着還要硬朗。天，這個男人真是長在我審美上了。時辰忽然開口，看夠了。我趕緊把視線收回來，臉一下子好燙。誰看你了？时辰嘴角翹了一下，沒拆穿我，看我的眼神卻有些拉絲。走到小區門口，时辰停下來，目光很溫柔。回去吧，外面冷。我站着沒動，腦子裡全是車站喊他那一幕。怎麼了？我深吸一口氣，咧開口大白牙，尷尬地笑了笑。你什麼時候認出我來的？时辰愣了一下，眉頭微微挑了挑，還怪好看的。在機場你喊我老公的時候。我心跳漏了一拍，這麼多年沒見，他居然一眼就認出了我。要知道我從頭到尾都沒認出他是誰。那你怎麼不早說？怕你不記得了，尷尬。时辰頓了下，耳垂莫名的紅了半圈。而且那時候你着急找伴郎，我要是說咱倆小時候認識，你估計會以為我是騙子。我想了想，好像確實是那麼回事。那你為什麼還幫我？我是說，假裝男朋友這種事，正常人一般不會答應的吧？时辰看着我，沉默了幾秒，目光深邃，不知道在想什麼。幾秒後忽然笑了，只是想看看你長大後變成什麼樣了，純屬好奇吧。我愣住了，想看看我變成什麼樣了，這算什麼理由？還是說他喜歡默默吃別人的瓜？那你覺得呢？變成什麼樣了？還行。我感覺胸口哽住了，氣得想打他。還行？什麼叫還行？誇我還是貶我呢？開玩笑的，挺好的。時辰看着我，目光很認真，不像是在拿我開涮。比小時候好看多了。該死的，我的臉怎麼那麼燙？這人怎麼說兩句，弄得我喘不過氣來。時辰轉身要走，突然又停下來，嘴角翹了下。對了，下周我媽說要請你和阿姨吃飯啊，請我們吃飯？怎麼不行？我媽和你媽是牌友，你忘了？我媽說了，要見見你。我腦子嗡的一聲，心跳停了半拍。見他媽這麼快的嗎？不行，我沒準備好。一想到當年他媽看我那幽怨的眼神，我就心裡發怵。能不能不去？你說呢？时辰笑了下，抬手在我頭上摸了摸。放心，我媽不吃人，你該不會對小時候的事情有陰影吧？怎麼可能？去就去，誰怕誰呀？时辰說完轉身走了，我站在原地，看着他的背影在燈光下映襯出陰影，說不上來什麼感覺。直到手機震動了一下，我才反應過來，他已經進了小區。时辰發了信息過來，到家了，晚安。我盯着屏幕等了幾秒。女朋友。我不自覺地笑了一下，回了信息，晚安，男朋友。我收起手機往家走，腦子裡全是他說的那句話。想看看你長大以後變成什麼樣。所以他從一開始就記得我，所以才願意幫我。這一切似乎也說得通了。我心裡說不清楚是什麼滋味，但想到小時候的事總想笑。接下來一周，我過得像熱鍋上的螞蟻。我媽倒是高興得很，天天跟我念叨趙阿姨喜歡什麼不喜歡什麼，讓我去了以後注意這個注意那個，恨不得馬上把我推銷出去一樣。媽，你能不能別這麼緊張？我也不是那麼滯銷吧？我緊張什麼？我和你趙阿姨熟得很，倒是你長這麼大還是第一次見她。那你為什麼天天念叨？我都能倒背如流了。我那是怕你丟人。你看趙阿姨把兒子培養得多好，一表人才的。我翻了個白眼，合着我親媽都不待見我。對了，那天我可不會去啊，萬一你表現不好，我可不想跟着尷尬。不去就不去唄。到了周六那天，我在鏡子前換了7、8套衣服，最後穿上一套米白色毛衣時，
才突然意識到，自己從來沒有這樣在意過誰。不過看着鏡子裡溫溫柔柔的自己，我還是挺滿意的。作為東道主，時辰在樓下等我，看見我的時候也愣了一下，這讓我有些小竊喜。今天穿的真好看。怎麼，我以前穿的不好看？以前也好看。他頓了下，耳垂有點微紅。今天格外好看。我臉上一熱，沒接話。他家就在隔壁小區，跟着他進了小區，我才發現自己心跳得飛快。時辰回頭看了我一眼，伸手按下門鈴，門開了，一個燙着捲髮的阿姨站在門口。哎呀，這就是林婉吧？快進來，快進來，這孩子都長這麼高了。我還沒來得及說話，就被他拉進了門。老頭子，人來了，你快出來。一個中年男人從廚房裡走出來，圍着圍裙，手裡還拿着鍋鏟。他看着挺嚴肅的，但看見我的時候，有些生硬地笑了笑。來了，坐吧，飯馬上好。我坐在沙發上，手心濕了大片。時辰坐在我旁邊，倒是很淡定的樣子，給我剥橘子倒茶。林婉啊，阿姨早就想見你了。你媽天天跟我念叨你，說你多好多好。今天一看，比說的還好。阿姨，您过奖了。什麼呀？我還以為我媽會在別人面前埋怨說我壞話呢。哪裡是什麼過獎？阿姨說的可全是實話。你看你這皮膚白得跟豆腐似的，小時你說是吧？你看看這孩子就會萌，你倒是多說兩句啊。好看。我感覺耳根子都是滾燙的，不好意思，低頭盯着時辰手裡剝的橘子。哎呦，還臉紅了，真可愛，小臉紅撲撲的。我恨不得找個地縫鑽進去，沒想到長輩誇讚小輩這麼直接。吃飯的時候，趙阿姨一個勁給我夾菜。林婉啊，你多吃點，太瘦了。謝謝阿姨。你跟阿姨說，你跟小石在一起多久了？我筷子一頓，偷偷瞄了眼時辰，見他盯着我看，搞得我更不好意思了。沒多久。沒多久是多久？媽，你別問了，有你這麼打聽私事的嗎？我問問怎麼了？這不是關心你們嗎？你說這兩孩子也是瞞得夠深的，我前幾天才知道嘞。時辰爸在旁邊咳嗽了一聲。你少說兩句，讓孩子好好吃飯。我怎麼就少說兩句了？我這不是高興嗎？林婉啊，你別介意，阿姨就是太高興了。小時候你倆就認識，後來搬家了就沒見着，沒想到剛搬回來沒多久，你倆又在一起了，這不是緣分是什麼？是挺有緣的。那你覺得我們家時辰怎麼樣？適合做老公吧？挺好的。哪裡好？這臭小子就是性格太悶了，不會哄女孩子。哪兒都好。我偷偷瞥了眼時辰，發現他正盯着我看。哎呦，你倆這是在我面前秀恩愛呢。我臉一下子就紅了。不是，我說錯什麼了？怎麼就是秀恩愛了？吃完飯，趙阿姨拉着我聊天，時辰被他爸叫去幫忙洗碗了。林婉啊，阿姨跟你說個事。阿姨您說。小石這孩子從小就悶，不愛說話。我們那時候條件不好，他想要個棒棒糖都得等到過生日。後來搬了家，他老是念叨那個搶他棒棒糖的小女孩。我愣住了，差點當場石化。時辰他媽竟然還記得這件事。我記得他當時知道挺生氣的。他說那小妹妹眼睛大大的，笑起來有2個酒窩，就是太凶了，搶東西不給就打人。我臉更燙了，尤其是想到小時候的事，恨不能馬上找個地方鑽進去。後來他大了就不見提起來，但一直沒找對象。我問他為什麼，他也不說。現在想想，是不是在等你呢？我心都快要跳出來。阿姨，您別開玩笑了。阿姨沒開玩笑，阿姨是過來人，看得出來。她拉着我的手，輕輕在我手背撫摸。林婉啊，小石是個好孩子，你要是不嫌棄，以後就多來家裡吃飯。我點了點頭，嗓子有點堵，不知道怎麼的，眼睛有些澀澀的。时辰從廚房出來，看見我倆拉着手，愣了一下。媽，你跟人家說什麼了？沒說什麼，就是聊聊天。那人家臉怎麼那麼紅，都快哭了。我趕緊把手抽回來，覺得好難為情。沒有的事，就是熱的。
阿姨做的菜太好吃了，感動的。靜夏說，大冬天的你熱什麼？我沒理他，趙阿姨笑得前仰後合的，白了時辰一眼，讓他坐在我邊上。你倆聊聊，我去拿點東西。時辰坐在我身邊，慢條斯理地幫我剝橘子，小聲問：我媽沒說什麼吧？沒說什麼。那你咋這樣？啥咋樣了？怪怪。沒啥，就是想到小時候的事了。哦，幸好他也沒再追問。從時辰家出來的時候，天已經黑了，兩人並排走着，誰也沒說話。走了一會兒，時辰忽然開口：我媽到底跟你說什麼？真沒說什麼。那你剛才怪怪的，臉還那麼紅。說了是熱的。他看了我一眼，沒再問，又走了幾步。時辰，你小時候真的老念叨那個搶你棒棒糖的小女孩？时辰腳步頓了下。我媽跟你說了。时辰沉默幾秒，也不是老念叨，就是偶爾想起来。我看着他眨巴了2下眼。想起来什麼？想起来你搶東西不給就打人，挺凶的。我心口一堵，氣得想踹他。你就記得這個？還有別的？什麼？时辰停下來看着我。你笑起來有2個酒窩。路燈照在時辰臉上，眼睛亮亮的，嘴角的弧度很好看。我心跳得飛快，說不出話。走吧，我送你回去。時辰轉身繼續往前走，我跟在後面看着他的背影，心裡有個聲音在說：林婉，你完了。把我送到樓下的時候，時辰停下來。到了，上去吧。我站着沒動，有點挪不開腳的感覺。怎麼了？你媽說的那些話是真的嗎？那些？就是她說你一直沒找對象，是在等我。他沉默了幾秒。你覺得呢？我不知道才問你的。他看着我，路燈在他眼睛裡映出小小的光。林婉，我不想演了。我心開始狂跳，像是馬上要跳出來。神，什麼意思？從機場那天起，我就不想演了。他往前一步，離我很近。我答應幫你，不是因為什麼順手牽羊，是因為我認出你了。我愣住了。我想看看你長大變成什麼樣了，想看看你還記不記得我，想看看。時辰停了下來，想看看我們還能不能有以後。我偷偷看了他一眼，發現他目光炙熱，竟然有點捨不得挪開目光，卻不知道怎麼回答，腦子裡一片空白。所以我不想演，我想當真的男朋友，不是假裝的，是真的。夜風吹過，把他的頭髮吹亂了一點，時辰就那樣站在我面前，眼神拉絲，等着我回答。你就不怕我拒絕？怕。他回答得飛快，但更怕不說。我看着他，忽然想起小時候那個小男孩，一個人坐在角落裡，被我搶了棒棒糖也不哭，就是紅着眼眶看着我，那小委屈勁和現在一樣，什麼都忍着，什麼都不說。可今天怎麼又說了？時辰，我好像也有點喜歡你。時辰愣了下，然後笑了，笑得眼睛彎彎的，像月亮。什麼時候喜歡的？不知道，可能是你答應幫我假扮男朋友的時候，可能是你在醫院說挺好看的時候，可能是……我停了一下，組織了一下語言，可能是機场你回頭看我的時候。时辰盯着我看，伸手揉了揉我的頭髮。林婉，你搶了我的棒棒糖，這輩子都還不清了。我笑了，突然覺得時辰還帶着點孩子氣。那就不還了。時辰也跟着笑，那笑好像讓我看到了小時候那個白嫩嫩的小臉。我倆站在路燈下，互相看着對方，傻笑了好一會兒，直到我手機震動，我媽發來消息：你怎麼還不回來？兩個人在路邊唧唧歪歪，說些什麼呢？我抬頭一看，才發現好巧不巧的，我倆站的地方就在大樓對面的馬路邊。我媽好像站在窗戶邊上，往外看。我趕緊回了個馬上。我媽催我了，我先上去了。慢點。你說不想演了，那從現在開始，你就是我真正的男朋友了。那你以後不許叫我林婉了。那叫什麼？自己想。时辰抓了抓腦袋瓜。婉婉。我忽然有點呼吸不上來的感覺，心跳停了下來。忽然想起來小時候他也是這樣叫我的。轉身上樓，走到樓梯口偷偷往下看了一眼，他還站在樓下看着我的方向。我心裡像炸開了煙花，說不出的歡喜。
回到家，我媽坐在沙發上看着我。怎麼去了那麼久？聊了幾句。聊什麼了？跟我說說。沒什麼，隨便聊了點。沒什麼，你臉那麼紅。我捂着臉鑽進自己房間，躺在床上翻來覆去睡不着，聽到手機震動，飛速抓起手機，是时辰發來的消息。到家了沒？到了。早點睡，晚安。我盯着屏幕等了幾秒，不知道要回什麼。婉婉，你睡着了沒？我忍不住笑了。晚安。收起手機，我把臉埋進枕頭裡，心跳還是那麼快。林婉，你完了，你真的完了。接下来幾天，我們算是正式在一起了。日子好像沒什麼變化，又好像什麼都變了。以前我發消息給時辰，他回得很快，現在回得更快了。以前我約他吃飯，他說好，現在他會主動問我今天想吃什麼。以前我跟他說話，他看着我，現在他看着我的時候，眼裡多了些東西，我說不上來是什麼，但每次看到，心跳都會變得很快。這天他約我出去吃火鍋，我喜歡吃辣，他似乎不太能吃。上次他媽媽做的菜都比較清淡。來一個特辣鍋。你能吃嗎？別到時候辣到肚子痛。你喜歡吃辣，我看你專挑菜裡的辣椒吃。我笑了，心裡莫名有些暖。時辰吃了一口，耳朵就紅了。吃第二口，額頭開始冒汗。第三口已經辣得大口哈氣，不停喝水。你看你，明明不能吃辣，還要點特辣的。你喜歡吃就好，我可以適應的。覺得好笑又心疼，給他點了一杯橙汁，讓人換成了鴛鴦鍋底。你吃不辣的，我吃辣的，不要為了我將就自己。你真好。他吃了一口，紅着臉看我。婉婉，以後我們常來吃，我會慢慢適應這種辣度的。不用，我們可以吃鴛鴦鍋啊。那以後炒菜我會多放點辣椒的。時辰頓了頓，有些靦腆地笑了下。你喜歡的東西我也喜歡，只是還沒適應。我愣了下，他明明沒說什麼情話，卻感覺心裡被什麼東西撞了一下。這人怎麼說話都莫名覺得舒心。吃完飯，我們去看電影，一個動作片，我沒興趣，看了20分鐘我就犯困了。本想着偷偷看一眼時辰，結果一側頭發現他已經睡着了，睫毛微微顫抖着，有點可愛。大概是消防員的工作太累了吧，據說還要上夜班，這家伙該不會是上了夜班還陪我出來吧？我看着他，心裡像有東西化開了。我偷偷拿出手機拍了一張照片，結果忘記關快門聲，聲音響起的時候，時辰忽然睜開眼睛，睡眼惺忪地盯着我。偷拍我？我趕緊把手機藏起來。沒有，我看下時間。我看見了。你看錯了。發給我看看。你不是睡着了嗎？那麼大的聲音，我能不醒嗎？我臉燙得厲害，吐了吐舌頭，把照片發給了他。時辰看我一眼，嘴角忍不住往上勾。拍得不錯。那當然。以後多拍點。憑什麼？憑我是你男朋友。我盯着他，有些說不出話，卻莫名的覺得有些小激動。這人怎麼一開口，我就覺得心裡特舒服。看完電影，他送我回去。接下來的幾天，他有任務，有空就給我發消息。自從我們在一起後，2位媽媽的牌局更頻繁了。以前他們1周打2次，現在幾乎天天都膩歪在一起。那還不是為了你倆，我不得聯絡感情。你們有什麼感情好聯絡的？親家感情。我差點被口水嗆死。沒想到我媽有時候也挺搞笑的。那天我正在上班，我媽忽然打電話來。林婉，晚上回來吃飯，趙阿姨也來。趙阿姨來幹嘛？打牌啊，順便商量商量你倆的事。我倆什麼事？你倆還能有什麼事？結婚的事啊。我愣住了。你同不同意不重要，我同意就行。電話掛了，我盯着手機半天沒回過神來。給我媽打電話沒用，給時辰打電話，我撥了時辰的號碼。怎麼了？你媽今天來我家吃飯，你知道嗎？知道。你媽說要商量結婚的事，你知道嗎？知道。那你為什麼不告訴我？怕你緊張。我不緊張，我就是。就是什麼？就是算了，不說了。
晚上我也會去。你來幹嘛？我來保護你。我愣了下，忍不住笑了。誰要你保護？那就不保護。时辰頓了頓，忽然語氣變得格外溫柔。那陪着你。我心裡發酥，忍不住笑了，又笑掛了電話。晚上回到家，兩位媽媽已經在客廳裡坐着了，茶几上擺着水果、瓜子、茶水，還有一副麻將。我媽看見我招了招手，林婉過來坐，幹嘛？跟你商量個事。我走過去坐下。我跟趙阿姨商量了一下，覺得你倆也差不多了，要不先把婚定了。媽，我們才在一起多久？沒多久，怎麼了？我和你爸認識3個月就結婚了，不也過了一輩子？就是，感情這種事跟時間沒關係。我看向時辰，他坐在旁邊一副看好戲的樣子。你說句話啊。我覺得阿姨說的對。我瞪大眼睛震驚地看着時辰，沒想到這家伙竟然會這麼說。你說什麼？我說阿姨說的對。你看小石都同意了。我氣得心肝亂顫，有點想打人。門鈴響了，我媽去開門，門口站着的人是小路。阿姨好聽，說今天有好事，我來湊個熱鬧。我媽笑得合不攏嘴。來，快進來。小路走進來，衝我擠了擠眼睛，手機震了震，是小路發的信息。你媽叫我來的，說今天要定你倆的事。你怎麼不早告訴我？你媽不讓。我深吸一口氣，腦子黑了黑。完了，今天這關是過不去了。小路一來，客廳裡更熱鬧了。我媽拉着趙阿姨坐下，開始擺麻將。林婉，你過來幫我們倒水。我乖乖去倒水。時辰跟在我後面進了廚房。你怎麼不攔着點你媽？攔不住。那你就看着他們商量。也沒什麼不好的。我瞪他一眼，總覺得這家伙巴不得他們快點商量。果然他開口就是：你不想嫁給我？我愣了愣，雖然在一起有一段時間了，可聽到這種話，臉上莫名的燙得厲害。誰說不想了？不是誰說了要嫁了？他嘴角翹了下。那你怕什麼？我被他噎得說不出話，心裡卻莫名其妙的有些歡喜。他們商量他們的，我們談我們的。談什麼？談你什麼時候願意嫁給我。我心跳漏了一拍。你這是在求婚？不算求婚，要有戒指。時辰看着我，我發現他的臉比我還紅。我還沒準備好，沒買到喜歡的戒指。我心裡說不清楚是失落還是鬆了口氣，但我會準備好的。說完，他端着水壺出去了。我站在原地，心跳得飛快。這人說話怎麼跟過山車似的？客廳裡，兩位媽媽已經開始打牌了，3人在打鬥地主。我媽時不時地問一句。時辰坐在沙發上，我走過去坐在他旁邊。你們看下個月日子怎麼樣？我看了天氣預報，都是大晴天。媽，我們在一起沒多久，打鐵要趁熱，懂不懂？現在感情那麼好，肯定要早點定了。就是現在，正是濃情似水的時候。我看向時辰，他嘴角翹着不說話。你倒是說句話啊。我聽你的。我媽和趙阿姨同時笑了。你看看人家什麼都聽你的，你還有什麼不滿意的？我張了張嘴說不出話來，有點生氣，又覺得好笑。林婉啊，阿姨跟你說句掏心窩子的話。趙阿姨放下手裡的牌，看着我。小石這孩子從小就不會表達，但他心裡有你，阿姨看得出來。小時候你走了以後，他念叨了好一陣子，後來大了不念叨了，但一直沒找對象。阿姨問他為什麼，他也不說。趙阿姨頓了頓。現在阿姨知道了，他是在等你。我莫名的鼻頭有些發酸。所以阿姨求你個事。阿姨您說，你要是覺得小石還行，就別讓他等太久了。這孩子等了你10幾年了。我眼淚忍不住往下掉。10幾年，他等了我10幾年。我轉頭看時辰，他低着頭，耳朵尖紅紅的。我伸手握住了他的手，時辰手微微顫了下，抬頭看我。阿姨，我知道了。趙阿姨笑了，眼眶也紅了。行了行了，打牌打牌，說這些幹什麼？我媽也跟着抹了一把眼睛，開始洗牌。小鹿在旁邊冲我豎了個大拇指。手機震了，是時辰發來的。你剛才什麼意思？什麼意思？你跟我媽說的那句話，你猜？婉婉，別讓我等太久。我盯着這條消息，忍不住想笑。那要看你怎麼表現。好，那天晚上兩位媽媽玩到很晚，送走趙阿姨和時辰的時候，已經快11點了。我站在小區門口，看着時辰和他媽媽的背影，
時辰回頭看了我一眼，揮了揮手。我歪着腦袋笑了笑。回到家，我媽坐在沙發上，看起来一點不累，眼睛裡面滿是興奮。林婉過來坐。我走過去坐下。你覺得小石怎麼樣？挺好的。哪裡好？我想了想，哪兒都好。我媽笑了。那就行嘛，就擔心你委屈自己。看來這次沒看走眼。我媽眼睛有點濕潤，不知道在想什麼，頓了頓。媽不是催你結婚，媽是想說，一輩子遇到喜歡的人不容易。你要是也喜歡他，就別端着架子，該主動主動，別讓人家等太久了。我點點頭，我媽笑得眼睛眯起來。我起身走到房門口，突然腦子一抽。媽，你該不会早就知道时辰假裝我男朋友的事情吧？你是我生的，你那些小心思，我能看不出來，不過也是缘分。你倆真是有缘，那孩子我一眼就喜歡上了。那你没拆穿？我看出来了，那孩子是真喜歡你，只是你自己没看出来罷了，所以我就将计就計了。我站在原地，有些尷尬，半天說不出話來。原來他早就知道了，一直在幫我。媽，謝謝你。哎呀，肉麻死了，快回去睡。躺在床上翻來覆去，給时辰發了信息。睡了嗎？沒在想事情。想什麼？想你。我盯着這兩個字，心裡莫名歡喜。想我什麼？想你說那句哪兒都好的話。我愣了愣，沒想到他對我那麼在意。婉婉，我想好。想好什麼？想好怎麼跟你求婚了。我從床上坐起來，覺得有些不知所措。怎麼求？說出來就不是驚喜。那我不問了。等我。我一晚上沒睡好，做了個夢。夢裡小小的時辰拿着一朵玫瑰花，站在我跟前衝我笑說要娶我。第二天我還沒醒，房間裡忽然響起了音樂。我一睜眼發現床邊上擺了一地的玫瑰花，時辰手裡還捧着一大束，歪着腦袋笑着看我。婉婉，嫁給我吧。我愣了愣，猛地坐起身，用力揉了揉眼睛，才發現不是做夢。你什麼時候來的？我怎麼不知道？我怕吵醒你，所以沒弄出聲音來。婉婉，嫁給我好不好？我盯着時辰，他穿得很正式，清晨的陽光落在他身上，像是帶着光。可是我都沒起床哎，我還沒換衣服呢。那我等你，我要帶你去個地方。去哪裡？去了就知道了。我趕緊起身換了套白色的裙子。時辰帶着我來到一個公園門口，我愣住了，這是我小時候經常來的那個，後來翻新了，但門口的那棵老槐樹還在。他帶着我走進公園，來到小時候一起玩滑梯的地方，掏出來一顆棒棒糖。小時候你搶了我的棒棒糖，我記了10幾年。時辰看着我，眼睛裡面像藏滿了星星。你願意嫁給我吗？婉婉，我用一顆新的棒棒糖換你一輩子好不好？时辰又從口袋裡掏出一個小盒子，裡面是一枚戒指，棒棒糖的形狀，上面有一顆很大的鑽石。婉婉，我等你好久了，你願意嫁給我？我又想起了昨晚那個夢，看着時辰有些濕潤的眼睛，我點了點頭，眼淚忍不住往下掉。时辰給我戴上戒指，然後將棒棒糖剝開，遞給我。我含着棒棒糖，感覺甜滋滋的。以後你想要什麼我都給你，只要我能做得到。我撲進時辰懷裡，哭得稀里嘩啦。他輕輕拍着我的背，溫柔地蹭着我的面頰。不能背叛我，不能讓我傷心。我發誓，我時辰從今往後會一心一意愛林婉，絕對不會讓林婉傷心難過。如果我做不到，就天打。哎，你這人真是，還真發誓啊！我知道你不會的。婉婉，你想要什麼我都給你。娜娜，我想要你。时辰愣了下，笨拙地摟着我的腰。我笑了。时辰來接我時被堵在門口，想接走新娘子，先過我們這關。時辰沒說話，從門縫裡往裡面塞紅包。小鹿他們尖叫着都去搶紅包了，完全忘記了藍青的事情。時辰輕輕鬆鬆的就來到我跟前。时辰看着我，眼神有些發愣。婉婉，你今天真好看。我平時不好看。平時也好看，今天特別好看。我笑了，眼睛有些發酸。怎麼還哭了？高興。時辰伸手幫我擦眼淚，手在抖。你抖什麼？我緊張。我笑了，婚禮上兩位媽媽笑得合不攏嘴。
我爸坐在前排，眼睛紅紅的，嘴角翹着。主持人問时辰：“你願意娶林婉為妻嗎？”時辰看着我，眼神溫柔的像是化不開，點點頭：“我願意，我願意。”主持人問我：“你願意嫁給時辰嗎？”我看着他的眼睛，想起我們第一次見面，在機場他回頭看我的樣子，想起他答應幫我假扮男朋友，想起他說要一輩子对我好的樣子，想起他等了我10幾年的事，我點了點頭，我願意。台下鼓起掌聲，時辰看着我，眼眶紅了，我看着他也紅了眼眶。他小聲說：“婉婉，你終於是我老婆了。”你終於是我老公了。我們倆相視一笑。很多年後，我女兒搖晃我的胳膊：“媽媽，你和爸爸是怎麼認識的？”在機場，媽媽喊了一聲老公，你爸爸就跟着走了。爸爸這麼好騙嗎？时辰在旁邊翻了個白眼：“是你媽運氣好。”那爸爸，你當時為什麼要跟着媽媽走？时辰看了看我，嘴角翹了一下。因為她喊老公的時候眼睛很亮，然後我就想這姑娘挺有意思的。然後呢？然後她就是你媽了。女兒咯咯咯地笑着，跑出去和小朋友分享這件趣事去了。我靠在時辰肩膀上，他溫柔地撫摸我的頭髮。時辰，你說，要是我當年沒在機場喊那聲老公，我們現在會怎樣？我本來就打算去找你的，沒想到你在機場攔到我，而且還喊我老公。當時我就想，這一定是老天爺在幫我。難怪我說呢，你那麼乾脆就答應了，而且還一直偷偷看我。這就是緣分吧。你不知道那聲老公，我回去後反反复复想了多少遍。你從來沒說過哎。怪不好意思的，當年也是我催我媽去跟你媽商量結婚的，我怕你跑。難怪你當時不幫我說話呢，感情這就是你設計的啊。說出去都沒人信，我老婆竟然是天上掉下來，這事兒說出去都沒人信，可就是發生了，這就是我們的緣分了。是啊，我也沒想到你會跟着我走。